他这人吧，就是特别的死心眼儿，认准的事儿谁都改不了。他以前是上班的，然后刚创业1年多，刚见有一点点起色，他就想再继续开店。那万一亏了怎么办？我还想再换车啊什么的，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还有就是他这人特别懒，下班回到家之后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呢要工作要带小孩，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做，就觉得特别的辛苦。反正我是不想跟他过。我从农村出来也不容易，现在事业刚有起色我想扩大经营，有什么错我还是不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作为男人肯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为自己的事业去拼搏去努力，难道有错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赵先生，37岁，来自河南个体，有请赵先生，有请周女士，38岁，来自辽宁电商，有请周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几年了？结婚1年多。啊，结婚1年多，有娃没？有。男娃女娃？男的。这不是正幸福的时候吗？生活当中还是挺多小矛盾的。他以前吧一直在上班，然后现在刚做生意做了1年多，然后有一点点小起色，然后他就想再开一家店，然后我就不同意，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俩也会经常吵架啊什么的。为啥不同意啊？因为我们在杭州物价很高，房价很贵嘛。然后你们在杭州啊？就是在杭州定居了，很多一些存款都是拿出去买房了嘛，然后就手里没有太多的活钱再去开店，好不容易挣点钱攒点钱，我还想就是说就想再换辆车啊什么的对，改善一下生活。对。你是急于在扩大经营规模？我是想就是说，我觉得男人还是有一点追求嘛，还是想有一些一份自己的事业嘛因为现在我是觉得我们做的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好的嘛，做儿童用品的，就是本身这个店呢做的还行然后我就想再做一家店。你想乘胜追击？对但是我觉得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也不是说你再开一个店肯定是100%挣钱啊什么的。他因为做这个生意就是完全没有时间来关心家里的事情然后就是说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我也要工作，我也要带小孩，因为他反正他现在他父母也帮着带，因为我一个人要做工作然后再带小孩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有分身术然后那他呢就是说这个店完全把他身子绑在那里了，就是一点时间都没有留在家里面然后所以其实你不让他开第2家店，就觉得第1家已经这样，第2家可能就更没有时间了。对，是的，对，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因为是1家店，它成本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一点那么就说第2家店，因为这个成本就是说因为人可能会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是想着是挣钱，我是想着，因为现在孩子还小，我是希望你多留一点时间，然后给这个家。其实大部分因为很多就是我上班，因为我们店里头是有人的那么就说基本上很多你像我1个礼拜基本上也有4-5天。但是现在员工很难招，现在就是只有1个员工，然后有的时候员工要休息什么的，他也去顶班，还有就有段时间。就是没有员工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完全都是要自己一个人顶在那里的。你们俩结婚的时候谁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我。你呢？我还行吧。男人要面子跟你比差点意思差挺多。房子是我买的，那个房子是我认识他之前我就买了他家是农村的嘛，然后我是市里的，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出来上大学，然后就工作，然后也没攒下什么钱，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就是他是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手里有10几万块钱给我了，然后他家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没有什么操办，就是他也都是我们手里这点钱，就是他给我那点钱，然后就在他家那边就是简单的办了一下，他父母是没有出1分钱的。明白就完全是靠他自己，就是那几年工作挣那么一点点存款。那也挺棒的。当时你们谈了多久恋爱1年。喜欢他什么就嫁给他了？当初就是感觉他是挺实在的，挺老实的。然后那个时候像我这个年龄，我就一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就想着差不多找个实实在在人就嫁了。你这话说的不情不愿的我听着不开心。不是特别情愿，是不是特别情愿？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对我也真的挺好，挺关心的。然后，脾气挺好的，因为我性格可能有点急嘛。然后他就是性格会好一些。
啊，但是他有点倔，就性格脾气好，但是很倔强。啊，行。对。那您看上太太什么了？当时性格就觉得是非常好的哈啊，但是结完婚之后发现性格是特别差，他总说一句话啊，哎，怎么好像结婚像这个，你不能说像照妖镜啊。这个婚前和婚后差距老是这么大的，真是啊！他总是说我一句话，我原来就是这样子，我现在还是这样子。现在这个家里面有老人跟你们一起生活吗？对，帮我带小孩，因为之前从我爸妈在这儿，因为从那个我怀孕，然后到生，他家里人都没有来看过我。好像生之后，我们家宝宝几个月了？3个多月了。他妈妈来过一次，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孩子，然后就走了。然后他爸一直就没有见过他，就孩子1岁多了就没见过。就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我爸妈在照顾宝宝，帮我照顾宝宝。哦，都是，然后就是包括岳父岳母在帮你们带娃。啊，对对对。住了1年多，对这姑爷的印象怎么样？用我们北方人说，就是又不会来事儿，然后就是性格又很梗，然后我们一家人都属于这种急性子的人，然后就特别看不惯啊。我是有点不同意哈，我是觉得是家人哈，因为这工作本身就很忙很累啊。我觉得回到家里，你如果还说我在家里面我再有不是这个家里面还有这么就是我们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想一想。我觉得那太累了。因为他在外面工作，就是他如果没有营业员的时候，他是早上几点钟8点多钟就要出门，晚上都11点多钟在那个才回家，但是没有什么时间干活，然后都是。就感觉那都是我们3口人要照顾孩子，还得照顾他那种，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说的，所以他开这个店我就特别不同，因为挣的又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店挣的钱也就是跟工资钱差不多。这也不是很我也不是很理想。资料上说你现在还做电商是吧？对。你挣的钱现在比他多还是少？我肯定比他多啊！家里基本上房子、车子基本上都是我来买的。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之前他那个还稍微好一点哈因为现在电商越来越难做嘛。那现在谁带娃？现在是他父母过来帮。公公婆婆来了。对。怎么样？跟公公婆婆关系怎么样？就是我们结婚之前我就去过他家好像去过2次吧，就是没有怎么有太多的交集，就是很少说话，因为他爸妈说话我听不懂，就是他们说那个老家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很不明白，所以我去他家也不怎么跟他父母就沟通啊什么的，很少说话的。然后就是他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在喂宝宝吃饭的时候，他爸没洗手呢，然后就去喂我儿吃那个馒头啊什么的，就去喂。看过好多次了，我也提醒过几次，然后总是记不住。当面冲突过没有？因为这些。当面倒是没有太说，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多提醒提醒他嘛，就是老年人可能记性不太好啊，我说你多提醒提醒你家人。我说。我觉得倒没有啊，因为这老人说，本身你说没有洗手什么的，我觉得。那是确实是没有洗手，我就会这是我看得到的，所以我才会说。那没看得到我肯定不会说，没看见我怎么说？是不是？就是他家人跟他一样，就是很犟的，我就是说我这个事情不要这么去做。我说你那个还没洗手，或者说，喂他吃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油炸的一个食品。我说小孩子不能吃这个的，我说外面的油炸东西都不好。他爸就会说没事没事，就是我就特别生气。其实我是有点这种有不同意见哈。因为很多，你像包括就我们家带孩子啊，包括他也是，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喂，就是别人一喂他就说这个不健康那不健康，就是说总归都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带孩子嘛，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什么东西都要控制到。我觉得那我觉得卫生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你说不能说手都不洗，然后就去喂我儿子吃饭，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拿手，然后掰那个馒头一块一块的去喂给他。还有就是说他父母特别惯小孩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想干嘛，想拿什么东西玩啊什么，本来那个东西是不能拿的，因为它是玻璃的，对不对？拿很容易摔碎啊或者怎么样。他只要是他想要那个东西去指了，然后他父母就给他玩，就拿给他玩，就让我就太惯孩子。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吃饭，我跟他们讲，我说吃饭，小孩吃饭一定要养成好习惯，让他坐在餐车里面吃，不要让他就是说。他想出来，然后他跑到哪里喂到哪里。那现在是刚学会走路，那以后稍微再大一点的话，你不是要追着他后面，屁股后面要追着他。等于公婆带娃肯定没有爸妈带娃带的。对，因为我父母是会比较，最起码他会听我的意见啊，他知道可能现在老年人带孩子可能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来问问先生啊，你觉得这个？我是觉得爷爷奶奶带的，更可信一些，还是姥姥姥爷带的可信一点？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我觉得老人都是这样子的嘛，是吧？觉得这个姥姥姥爷在的时候自己自在一点，还是自己爸妈在的时候自在一点？那肯定是自己爸妈这一块自己爸妈在的时候自在一点。你娶你妻子之前，你们俩的收入谁高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能挣多少钱不了解行，你现在能其实我们把这些事儿简单的堆叠起来，就发现，其实，在开这个店上是夫妻之间有一场更大的一个博弈战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女生好像在这个心理上是对先生有一定的这个心理优势的，对吧？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也嫁了，是吧？然后我们家是这样，他们家是那样的。我到现在为止收入也比较高，我甚至其实可以听出来，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觉得，这个词真不好找，都结婚了是吧？你这么说有点挑拨离间的意思，是不是觉得相对于婆家来说，娘家在你们的婚事上或对你们婚姻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些？那肯定，因为相当于我们结婚，他家1分钱没出，就是说他那点钱就是我们买那些就自己用的那些家电了那些东西。所以其实从女方来看这个角度，从目前为止对这个家庭的建设的贡献来说，我觉得我比较付出的比较多。你觉得比较骄傲自豪的说？所以倒回头你就想一句就是你先生其实在2个点特别有意思你觉得太太挣钱比自己多，男人应该骄傲还是应该难过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个平常心嘛。我觉得他能挣更多钱，我觉得其实也挺好嘛，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想开店我想就不希望都不用我问，自己就能兜回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我是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嘛，我觉得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呀、自己的爱人做的更多，是吧？我是想因为2个人嘛都在外面，其实也很忙的。37岁是吧？对。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开几个店，然后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老婆这么辛苦嘛，是吧？也有时间带。我跟你说这个老婆其实如果能力强，比咱挣得多，你应该特高兴，你知道吧？不用那么拔尖儿。你现在理解他为什么要开那家店了吗？他其实在他跟你的收入问题上，他非常非常介意的；他在对家庭贡献的问题上，他非常非常介意的。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吧？其实我倒不介意我没有说自卑感什么的。我没说你自卑，干嘛？你看，稍微留意一些的观众，刚才那一段，我们把这个谈话看完之后，大家心里面基本能够知道这么一个脉络了。其实现实问题就摆在这儿。女方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男方在这个阶段的条件可能不如女方，从家庭条件还是自己的这个条件奋斗的来说不如女方，2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相当于男方看到了一个可以全面超越，他认为可以全面超越，甚至于让自己大转变的一个机会，对吧？对。而这个时候女方说：“你放下这个机会，更多的应该回归到家庭生活当中来。这个男人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女人应该又从哪几个维度去思考？”老师们，这是一道难题啊！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火红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不管是我们现在改善家庭生活，也不管是继续投资第2家店，我们去再一次创业，目的都是为了让家庭的生活能够更加的美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陆远，我想问丈夫，你的妻子似乎脾气是蛮好的一个人。有时候还可以说那讲话，但是有时候。一发起脾气来，我跟你讲是，其实他在家里不用发脾气，他不怒自威，因为确实他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好。赵川老师说的没错，今天的核心点就在这里，男人是很要面子的。知道。再开一家店是有风险的，但有风险也有希望。对，是你说的没错。不做肯定失败，做可能失败，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证明自己的能力。另外，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他还有这样的激情，难能可贵。对，这是于老师的想法，初衷是好的，就是只是我觉得那个店，其实我认为在商业的问题上，你们再商量，就关键的基础要支持他再创业。
那个我问一下妻子，就是刚才其实你在提到他要开分店这事儿的时候，一直欲言又止。你后来给出的一个看法，是因为说你觉得现在孩子小，他应该多照顾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店，因为挣的也不是很多，然后他付出那么多时间，然后就跟他那个挣的这个钱又不成正比，不成正比。然后再加上我认为这个现在就人很难招的，就真的很难招人。你看好他开分店这生意吗？不是特别看好，如果看好我就同意了。对，其实这才是关键。我们这位妻子啊，做生意很多年，你虽然不承认这先生，他确实比你做生意有头脑。就是他有经验。我在想，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啊，你说这媳妇儿要是说明摆着知道这钱只要我投出去了，大把大把的能翻本能回来。谁傻呀？对，谁不愿意把钱投出去啊？我小成本投入了，大成本我就回来了，大回报，谁不愿意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他看在眼里，觉得这个回报的这个几率可能不是那么大。所以我其实非常想提醒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男人想要证明自己对一个家庭有贡献，在一个女人心目当中很重要。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简单只是靠挣了多少钱，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东西。你会发现有些人吧，这个可能男的没有女的挣得多，但是他很有见识，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他跟这个女人聊起来的时候，会让这个女的发现说，我老公虽然挣钱没我多，但是他的见识，包括他的情趣是在我之上的。我觉得，如果你具备这些软实力的话，你的妻子绝对不会说不重视你。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相处的时候，各方面稍微注意一点，给他一点面子，给他一点自信，好不好？好，谢谢，来，徐总，我想劝你们俩的是，别再
么想扩张店面，都是因为你造成的。当然了，有些情绪你老是憋着，不发出来，其实也很难做到。但最关键的是，咱们能不能不要老是抱怨从前？实际上，你们在杭州有套房子这事儿，真的是很成功了。你们两人能够经营到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已经算是稳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先把自己家庭的核心稳定起来。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你们俩之间在孩子身上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应该把精力放在这儿。其实，扩不扩张，店大不大只是一个形式，营业额的增不增多是实质。而相对于营业额和物质的增多，幸福感的提升其实更重要。对，有些东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你们的家庭生活达到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那么第二家店开不开就顺理成章，大家就都有了一致的意见。不要弄到最后内忧外患，而应该把内忧先解决了，其他的事情自然而然都会有一致性的意见。不要本末倒置。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涂老师。经济上的事儿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到底是该，但是我从直觉上面，我觉得第二家店不能开。我的直觉来自于曲总一句话的这个启发。我们家我夫人全职太太，不挣钱的。我以前觉得我没什么地位，不行。那我们家钱都是我挣，也不行。你不带娃吗？或者娃带的少吗？自从我闺女上了学前班，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做早饭、梳头、送娃，我现在地位如日中天，你知道吗？我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其实你回去带带娃，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个财富来的比你挣多少钱来的喜悦都好。而且咱们不是说不开这家店咱就不工作，你不是还有一家店吗？把这家店盘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带娃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开这个董事会，第二家店开不开那是你们俩夫妻的共同决定。我只劝先生一句，为了这个家庭的更稳定幸福，我们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做出一些牺牲。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老婆，其实我知道你真的是对这家付出也挺多的哈。以后呢，我会尽量多抽一点时间给家庭、给孩子。我可能脾气也不是很好，可能有的时候抱怨有点多，自己的问题也挺多的，但是我会尽量改一改。来，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看起来是要不要开第二家店的问题，其实核心是这个家庭主体走向和这个家庭如何抓到更好的幸福感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老师们的分析让他们有所领悟吧。好了，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按我的脾气，还得问一句：我轴啊，还开第二家店吗？暂时不开了。哎，缓缓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回去吧。来，这个送给你们，祝你们开心啊！谢谢。多抽点时间管家啊，带带娃。来，谢谢两位，请回吧。哎呀，别委屈了，多好的一老公啊！